我现在在骑行过程当中啊，但是这位女士的 X 光片啊，好像已经印刻在我的脑中。每一个牙位的情况呢，都是如此的清晰和印象深刻。整体上来讲的话呢，上下左右啊，原本32颗牙齿已经缺失了8颗啊，这个8颗牙齿呢已经提前下岗了。那么除了有一些是智慧齿啊，缺了也就缺了以外呢，担负那些进食、咀嚼、有助消化功能的那几颗大牙，在每个区都有缺失。如果单从一张 X 光片来看的话呢，任何医生都有理由说你这个牙齿啊，平时吃饭的时候肯定很糟糕。但是病人并不是因为啊，他口内的很多的牙齿的缺失、进食的不便、难以完成精细的咀嚼食物的动作啊，这些而来，而是呢，因为某一侧的牙齿啊，在使用过程当中疼痛难忍，所以才急不可耐的来见医生啊。那么在这个 X 光片上面啊，明显的有一颗本来应该负担啊主要咀嚼功能的60齿。也就是说，6岁啊就长出来的人生当中的第一颗大人的牙齿，很不幸呢，有一条牙根已经折断。所以呢，你只要处于一个进食的状态，只要用这一侧来咀嚼你的食物的话呢，那就像断了骨头的一条腿，在你着地的时候呢，那种钻心的疼痛啊，是你无法忍受的。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这位可以称之为大姐大的女性的病人，急于呢希望能够医生给予尽快的处置。当然，我们的医生啊都有这种菩萨心肠，对于这种急诊都有一种尽快的想让我们的病人解除痛苦的愿望。所以呢，医患双方啊没有太多的犹豫，很快呢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把那颗断了一条腿、断了一条牙根的牙齿呢，立刻进行了拔除的手术。拔牙呢，不管技术上面有多难啊，也就是不出半个小时的过程，拔了也就拔了啊。对于那些没有办法保留的牙齿呢，也是最后的一个手段。但是呢，拔牙肯定不是目标。我们有些病人呢，他会以为我因为牙痛，所以呢要去见牙医，牙医呢也只要对症处置，把那些没有办法保存并且引起病痛的牙齿呢一拔了之，大家就算是达成了共同的目标啊。其实远远不是这么回事啊。拔牙呢不仅是解除牙痛的一种极端的手段，没有办法的办法，其实呢更是一种为了牙齿啊将来能够得到修复的一种手段，其中的一个步骤。所以呢，这位医生啊，面对着病人在拔完牙以后啊，了解了他目前牙齿的状态，也非常希望能够呢，通过这次牙痛，然后呢来下定决心啊，能不能把他的所有的牙齿呢，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来恢复到一个能够享受他的退休生活啊，让晚年能够更好的享受美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也正是因为此呢，这位年轻的医生他有点没底，所以呢才把这个照片呢发到了我这边，希望得到我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医疗行业呢，就是通过一代一代的医生啊，不断的前赴后继，同时呢，也是一个通过传承啊，不断的继续教育，不断的呢，医生间的相互的合作，
相互的帮忙，来不断的提升这种诊疗的技能技术，把一些经验呢，通过日常的这种分享啊，传递给下一代啊，再下一代的年轻的医生们，使得他们呢能够在面对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复杂的病例的时候呢，能够得到某种支持啊。这个是一个行业的行规，也是一个医生内心在做医生这个过程当中具有的承诺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呢，我也是针对病人的病情，医生提供的 X 光片等其他辅助的检查的结果，在我的能力可及的范围呢，也对这位医生在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呢，给予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以供这位主诊的牙医还有他的病人参考。因为呢，涉及到病人的具体的隐私，所以呢，我今天也不方便啊，把病人的 X 光片呢传到这个网络上来，除非以后在这样的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得到病人的承诺啊。当然，我们医生也会隐去病人的个人的资料，来确保病人的隐私呢不致外泄啊。那么这次的话呢，我就不把我提供的这些具体的治疗方案方面的建议啊，呈现给观看我视频的网上的朋友了。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啊，借这个机会呢，针对这位病人遇到的问题，来和大家呢聊聊啊，我对这个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才能够呢制定出一个让病人幸福，同时呢符合病人实际情况的，大家都觉得妥当的这个治疗方案啊。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双方认同的治疗方案，综合性的治疗呢就无从谈起啊。那作为我们医生来讲，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病人的病症或者病痛，也不是仅仅的回应他你哪个牙痛，我现在让你不痛就算大功告成。我们对诊的目标呢，永远是病人作为一个人，我们很多时候呢，医生会把这样的病人当成我们自己的朋友一样来看待。就像为自己的家人、亲密的朋友那样呢，给他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的一个指引。所以呢，我们首先面对的肯定不是这个病，我们要了解我们病人他自己的一个需求啊。因为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经济的状况、不同的建设，对于自己想要的美好生活的理解，还有种种呢生活当中的偏好。他会有不同的需求，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很多病人到牙医这边来看诊，他并不是说我要为了我的长期健康而来，而是因为呢某颗牙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牙痛呢已经困扰他的生活，甚至有时候已经让他坐卧不安的时候呢，才会来想要急诊的处理他的那个患病的牙齿啊。这个时候呢，病人往往对于任何能够给他提供解除他病痛的医生啊提出的这些方案呢，言听计从。但问题是，当你解决了他的那些急迫的问题之后，他的整个口腔的健康的状态并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这个时候啊，问题的焦点可能从一个病痛的牙齿，就转移到了整体的口腔的功能以及美观等等方面来。但是呢，我们的病人他在这方面有做好他的准备吗？那我们就要深入了解这个病人他内心的意愿。他或许呢有很多的一直藏在心里的一些疑问，医生呢就要花时间一一为他解答，让病人呢恍然大悟啊。所以呢，我们作为医生，第一条呢就是要了解我们病人的一个愿望啊，他的一个需求，要了解每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呢，他的这种需求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们医生也没有一种标准，就是说我给你出一个标准的治疗方案，你就按照这个做，行就做，不行就拉倒。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啊。很多的治疗方案呢，都是在前期的过程当中，通过反复的推敲、交流、解答，甚至有时候呢，也会让我们的病人
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消化、来理解啊。但是呢，只要我们的医生跟病人之间的关系保持足够的长久，关系呢足够的良好，始终我们还是会有机会，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能够让我们的病人呢明白到我们医生真心为他的好，还有怎样才能够让他呢一劳永逸地解决牙齿的健康问题，并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慢慢教会我们的病人合理的、自我的保养他的牙齿。如果有可能的，还需要让病人保持一个定期检查保养的这么一个好的习惯啊。所以呢，第一条就是我说的，你要了解病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个呢，不完全是病的问题，还有很多呢，就是心理上的问题，所以需要做更多的心理建设啊。但这句话呢，不仅是对我们的医生说的，对所有的病人，所有想要自己获得健康身体或者是健康的牙齿啊这样的人群呢，都是适合的。第二个呢，就是要让我们的病人产生一种信心啊，因为病人呢，为什么年久失修啊？就是他担心害怕嘛，就是他没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呢，可能是因为他道听途说啊，以讹传讹，各种不对的信息入耳，让他产生的一种困惑、恐慌啊。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跟医生去做更多的交流，来听取医生的很多的讲解啊，对于这些以前发生在其他病人身上的类似的病例的参考等等吧。所以呢，他会对他这个疾病啊将来的预后呢没有足够的信心。那我们的医生的作用，首先肯定不是给人家治病啊，立马就动手操刀啊，立马就投入到一个治疗过程当中，而是更要让我们的病人呢，在面对治疗方案的时候，提前预知最后的结局。那这些呢，医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啊，根据以前完成的很多的病例，可以呢向病人做一些提前的展示啊。就好像以前与我合作的一位香港的正畸医生，他跟病人的交流非常有效，因为他每次把自己完成的病例呢，都会做合适的整理啊。然后呢，每次在跟病人进行沟通的时候呢，都会把自己针对同样的病症，通过治疗以后啊产生的那个结果，提供3个病例来供病人参考，非常直截了当。病人或者他的家属呢，通过他最后达成的这个结果，一目了然，很快就可以知道是否符合自己内心的愿望啊，是不是自己想要的这个结果。那这种提前花了很多的时间做好了准备的这些医生呢，我觉得才是能够更好的运用他自己做过的病例，来跟新诊的病人做一个良好的沟通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啊。这个呢是值得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医生啊，需要在我们的临床过程当中不断的去积累自己的病例，同时呢也要做好这方面的整理归纳。只有这样呢，我们到手呢才能够用，在遇到合适的时候呢，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种展示啊，来促进我们跟新诊病人之间的一种交流，以便呢尽快的达成一个符合大家共同愿望的这么一个治疗的方案。那最后一个呢，我想说的是，即便前面2个方面都已经解决了，病人的要求我们已经了解，我们的治疗方案病人已经认同，但是最后呢，毕竟关乎身体健康，尤其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享受美食、美观的牙科的治疗呢，大部分的情况底下都是要自己来负担这个医疗费用的。所以呢，病人愿不愿意或者有没有这个能力来为他治疗买单，付出健康啊
或者还以前长久年久失修的健康债的这种能力。这个呢，也是一个能否临门一脚入球成功的一个关键。所以不仅我们的医生要了解，我们的病人也要了解，就是大家在这个社会上所处的阶层不同，所以你的这些需求，你必须要有你的经济来做某些支撑，并不是说你想找到一个好的医疗机构，找到一个好的医生，你就一定能够达成你想要的愿望达成这样的目的。因为这个里面还有一些经济的因素，还有很多的关乎医患双方的选择的问题作为一个医院里头的急诊，治病救人包括我们牙科也是，任何一个牙痛到睡不着觉非常痛苦的时候，我们的医生面对这样的一种急诊的状态首先应该帮病人解决痛苦，来缓解他的病痛脑子里头是不应该有任何钱方面的这些概念的。但是呢，为了健康，为了长期的达成一个更好的功能，或者得到更好的美观，这方面呢，实际上是需要经济的支持的。我们在临床上呢，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治疗方案一切都没问题，但是在最后付费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卡壳那医生呢，当然要理解，所以当然也可以建议我们的病人去其他的医疗机构或许每个医疗机构呢，根据自身的投入状况它所设定的价格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最终呢，还是要由我们的病人来买单负责的。所以呢，了解病人的需求，或者作为病人呢，主动的把自己的愿望、想要达成的健康方面的目标，跟医生来做一个坦诚的交流，并且呢，医生要根据病人的愿望和病人的实际的病情，以健康为目标，制定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并且呢，通过详细的说明来展示预后最后的那种结果，让病人呢产生对这个治疗的信心。最后的话呢，就交给病人来做最后的决定因为毕竟来讲，任何的治疗还都是需要付费的，病人也要根据他的经济的情况做出某种取舍只有这3方面的条件都满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真正的帮病人来解决一个综合的关乎长期健康目标的这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教会很多或者纠正病人很多的不正确的观念，养成很多自身保健的好的习惯，并且呢，通过医患关系的建立，形成一种朋友一样的关系就使得他很容易呢到医生这边来复查保健，甚至有时候呢就是来串个门。在这样的一种医患的友谊之上就更容易管理好自己的长期的健康。也就是说，我们医生追求的，遇到所有的病人都为病人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保持着一个良好的健康的状态呢，由衷的表达我们对病人的感谢当然反之亦然，病人呢也会感谢医生的指导，使得他在这个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呢，就不要再面临这种剧烈的病痛，花费巨资呢去修复他的牙齿。嗨，大家好，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摄像机断电的原因呢，录制到这边就中断了。但是呢，我想表达的意思呢，都已经表达了七七八八了，所以呢，我们也就见好就收吧。今天呢，我们漫谈牙科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呢，就到此结束了。以后呢，会有更多的机会呢，跟大家陆续的再做交流。
下次再见，拜拜。